我绑定了一个鬼畜系统，能够指定他人任意一个动作做100次。贾少爷故意从2楼跳下去污蔑是我推的，全家人恨不得冲上来打死我。可下一秒贾少爷爬上2楼又跳了下来。100次后，偏心的爸妈和姐姐彻底疯了。亚成你完了，这一次爸妈他们饶不了你。顾明安笑嘻嘻的说完就从2楼跳了下去。爸妈和姐姐看到顾明安的一瞬间全都慌了，妈妈直接痛哭出声，爸爸急着打120，姐姐则是跪在顾明安身边崩溃的质问：小安，这是谁干的？顾明安颤抖的伸出手臂，他指着2楼的我。小安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哥哥他瞬间3双眼睛齐刷刷的瞪着我，眼神中全是对我这个外来者的恨意。或许上一世我会无比心痛，但现在我满心兴奋。系统就是这个跳楼的动作，设定重复100遍。上辈子顾明安这一计得逞，明明只是皮外伤，却让顾家人大怒，他们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多处重伤。在他们送顾明安去医院的途中，我含恨而死。死后我灵魂飘在空中，看到许多字幕，甄少爷太可怜了，顾家一家子都该死。后面如果不改剧情让贾少爷去死，我将举报整本书，复活甄少爷，让他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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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畜的字幕淹没了我的视线，我才知道自己是一本以顾明安为恶毒男主的小说里面的炮灰甄少爷，而作者在消失前让我拥有了鬼畜系统，重生在了顾明安跳楼的前一刻。我看着那张得意洋洋的脸，仇恨席卷我全身。上辈子我被剧情杀支配，这辈子我要让这家人感受到被金手指支配的恐惧。亚成，你是疯了吗？敢推小安，你给我滚下来！和上辈子一样，姐姐顾明瑶从楼下跑上来挥拳就要揍我。小安，小安，你去哪？这次妈妈的尖叫吸引力所有人。只见顾明安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低着头再次跑到了2楼，随后清晰地对我说了最开始的那句台词：亚成，你完了，这一次爸妈他们饶不了你。然后往后一仰，再次跳了下去。楼下的妈妈再次尖叫，我爸也猛了。小安！顾明瑶撕心裂肺的大喊，冲了下去。还没等他到门口，顾明安又爬了上来，他再次站在楼顶说了一句：亚成，你完了，这一次爸妈他们饶不了你。随后他又跳了下去。爸妈反应过来大吼：快拦住他！顾明瑶冲上去，结果被顾明安撞翻，再次跳了下去。小安，小安！第10遍后，顾明安的速度最起码比之前快了5倍。爸妈扑上去，2人合力死死抱住顾明安，结果被惯性拖行10几米。你这孩子疯了！爸妈也撞，给我停下！虽然这么说，可这3个人再也不敢靠近顾明安，只能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顾明安一遍遍跳舞，每一遍都伴随着我妈的痛苦。可这才是将第25遍。顾明安跳第55遍的时候，天都黑了，他进入鬼畜鼎盛时期，动作快出残影。现在的顾明安遍体鳞伤，全靠系统支撑他的身体。爸妈想想办法，这样跳人会跳坏的。只有顾明瑶还在心疼弟弟，而我妈嗓子已经叫哑了。我爸2腿一盘开始念佛，生意人就信这个。第100遍，被系统控制的救护车终于来了，他们把奄奄一息的顾明安从地坑里挖出来。家属呢？跟个家属过来啊！医护人员在外面喊。顾明瑶连滚带爬，我跟着去。我也装作一副同样惊魂未定的模样。爸妈快起来，小安这个状态太奇怪了，你们放心让姐姐自己跟着去吗？他俩这才如梦方醒，养女再亲也是女，儿子才是他们的命根子。俩老东西颤巍巍的站起来，咱得跟着去看看。顾明安不愧是原剧情男主，竟然捡回了一条命，可见主角光环的强大。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是全身多处骨折挫伤，不住院个3、5月下不了地，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能动了？我的脸也好痛！爸妈姐姐，你们怎么不管我？顾明安压根没受过这么重的伤，毫无被鬼畜记忆的他惊声尖叫，大哭不止。那一家3口心疼的想要上前安慰，可又克服不了之前跳楼的阴影，只有我扛住了压力，走到床前轻轻拍了拍顾明安：小安没事的，你要抗住，抗不住以后可怎么办啊？我忽然理解了凶手喜欢回到杀人现场的心理。现在的顾明安简直是我创造出来的孩子，越丑我越喜欢。他也顾不上平时的伪装，突然对我大吼大叫：亚成，你怎么还在这里？是不是你？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爸妈，是亚成，是他害我跳楼的，你们快收拾他！我也相当心平气和的解释：小安，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是哥哥的不对没拦住你，当时爸妈想要拦住你的，可是我看到爸妈脸上一闪而过的后怕，他们下意识地摸着自己受伤的地方，疼痛让他们对顾明安产生了生理上的恐惧。然而这些顾明安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爸妈没有拦住他，因为担心被毁容，他气得口不择言。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系统让他说这句话说100遍，我们拦你了，可是拦不住啊！我爸苦着脸解释：你力气太大了。妈妈也连忙点头：是啊是啊。说着他向顾明安展示自己胳膊的伤口，你看蹭破好大一块皮。按照往常，顾明安一定会立马向他道歉，并且心疼地帮他吹吹。可现在他依旧用急切的语气怒斥：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爸妈震惊了，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顾明安。小安，顾明安继续问：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我爸生气了：你这孩子怎么跟我们说话呢？我不是告诉你了我们拦不住，你要这么怪我们，爸爸可就真生气了。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你到底怎么了？听不懂人话是不是？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你再说，你们为什么不拦住我？如果你们拦住我，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闭嘴！我爸彻底恼了，他喘着粗气指着顾明安：你到底有没有教养啊？再这样我们都不来看你了。可顾明安一直重复着那句话，声音越来越大。我妈受不了的捂着头又开始哭：小安，你怎么能这么怪妈妈？妈妈难道不想你好吗？你怎么体会不了我们的苦衷呢？只有顾明瑶还在为顾明安说好话：爸妈，小安他只是太疼了，受这么重的伤对一个小男生打击太大，他一定是痛得太厉害才这样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好好养伤，你们千万别怪他。我也一旁帮腔：对啊对啊，而且小安为什么一直重复这一句话？他是不是
摔下去的时候脑子。亚成，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小安脑子有问题吗？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他之前为什么跳楼还没搞清楚，你平时动不动就欺负他，说不定就是被你逼的。顾明瑶果然是个伟人，顾明安出了什么事他都能自动嫁祸在我头上，我懒得理他，只是跟爸妈说，爸妈咱们叫医生来吧，帮小安看看也好。爸妈明显是被我说动了，尤一又打量的目光在顾明安身上徘徊，毕竟作为富家少爷来说，受伤了可以好好养着，可脑子坏了那可就麻烦了。然而还没等他们叫来医生，护士就率先进来了，怒吼：病人大呼小叫的干什么？你们做家属的也不知道管管，有没有素质？我爸妈自认是相当有素质的贵族，在这家私人医院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被护士这么训斥，脸上面子瞬间挂不住。我怎么管？他醒来就这样了。我爸语气冷得很，我没怪你们医院不好好治，你朝我摆什么脸子？工号多少我向你们领导汇报汇报。看他这么硬气，护士也没说什么，只是疑惑地盯着一直重复同样话的顾明安，然后叫来了医生，喜提上5楼。而5楼是大名鼎鼎的精神科。在得知医生怀疑顾明安有精神分裂后，我爸当场摔门而出。比起养儿子，他对顾明安的疼爱更像是看着一桩自己精心投资的生意，生意黄了当然气得要死。我妈相对来说就人性化太多了，她一副天塌了的样子，痛苦。原来小安是病了，放心，妈妈会坚持给你治疗的。最后捂着脸开始垂泪发愁，这可怎么办？小安生病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李太陈太都会知道我养了个精神病女儿，我要不要面子的？我适时的安慰她，不会的，咱们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再说了，小安的病还没确诊，说不定伤好了精神也能变好呢。越是这个时候您越要撑住，明天的晚宴都是名流精英，都在等您容光焕发的出席呢。晚宴？我妈惊叫，像是错过了最重大的事。对，明天的晚宴很重要呢，我怎么能忘了？她急忙往外走，赶紧，我得约嫂做头发。妈！顾明瑶在后面绝望大喊。我妈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虚弱的交代，照顾完弟弟就回来，明天的晚宴你要出席的。说完，老妈就逃荒似的走了。而我一转身，就在刚刚完成100次嘶喊的顾明安耳边轻轻说，明晚的晚宴你参加不了了，爸妈会带我去。急了吗？看着他猛然瞪大的双眼，我无辜的耸耸肩，跟上了妈妈的脚步。伤人重利轻别离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当初他们排斥我更喜欢顾明安，是因为花费了18年养出了一个10分能拿得出手的少爷。现在王子成了疯子，他们的爱还能剩下几分？当然少女的感情最赤诚，顾明瑶还是毅然决然的留下来照顾顾明安。回到家，老爸对着老妈说道，让亚成代替小安去晚宴。妈妈看着我的样子满脸的犹豫，这好吗？爸爸不耐烦的瞪了他一眼，怎么不行？他是我亲生儿子，打扮下不比明安差。说完他换上了一副和蔼的表情看着我，亚成，你看你刚回来没半年，爸妈原本是想让你多适应适应，再带你去参加那些比较盛大的场合，但是你弟弟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顾家总不能没有儿子去撑场面，只能让你提前锻炼了，这个机会你要不要把握？老登情商还真高，这话说得出的一手好牌。我乖巧点头，谢谢爸爸，我一定不会让您和妈妈失望的。他欣慰点头，虽然明安总是抢你风头，但爸爸一直关注着你，听你学校的老师说你成绩很好，是个聪明孩子，或许比明安有福气。然后话锋一转，这次晚宴你林叔叔也要来，他是爸妈的老朋友了，他们一家去了国外10几年没见了，他们的女儿也来，和你同龄，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处一处。说完他还语重心长地拍拍我肩膀，原本这孩子和明安也算是青梅竹马，当初我们开玩笑还订过娃娃亲的，只是明安现在，幸福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的，明白吗？暗示的这么明显，不就是到了经典的真假少爷抢未婚妻的剧情了吗？我连忙表决心，这事儿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们全搞砸的。毕竟以顾明安为中心，除我之外所有人都是伟人了，可想而知在原剧情中跟他同流合污的未婚妻能是什么好东西？娶她？疯了吧！果不其然，晚宴当天爸妈将我引荐给林家千金林婉熙的时候，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不是只要姓顾就可以做我的未婚夫，顾家大少爷抢小安的父母不够，打我的主意你可就错了，我没生过你没这个义务。这个智障味太点了，是那种小时候被男主给磕糖就认定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春主。对此我只能回以同情的微笑。哪里，林千金明明和小安最配，你们是一样的人。我轻轻歪头，只是小安现在住院了不方便来，林小姐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望她？亚成，你不就是想趁小安病着让婉熙看到她狼狈的一面吗？少猫哭耗子。顾明瑶突然出现，毫不留情地拆穿我，婉熙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是你能比的？我说过我就小安一个弟弟，婉熙也只有一个未婚夫。我爸看着林家父母开始用戒备的神色打量我，连忙板着脸呵斥，顾明瑶你这是干什么？当着你林叔叔林阿姨的面跟弟弟起内讧是不是？我之前是怎么教育你的？妈妈也帮腔，大人叙旧你不要总在旁边拌嘴。你和婉熙很久没见，快一起去喝点东西说说话吧。他心里还是偏爱顾明安，毕竟上辈子顾明安因为我回来闹着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抱着顾明安哭得那么伤心。晚上我想和他单独说点悄悄话，却听到他在房间里安慰顾明安，傻瓜，妈妈养了你18年，你就是我亲生儿子。亚成他就算和我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从来没跟我一起生活过，妈妈这些年就习惯你在身边，你最得妈妈喜欢了，没有你妈妈都睡不着，真是亲手教养的儿子，比我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香太多。他让顾明瑶和林婉熙一起去叙旧，无非是暗示让他多说顾明安的好话罢了。顾明瑶心领神会，揽着林婉熙离开，而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在这个家里是绝对的男权社会，有妈的宠爱没太多用，爸爸决定让我替顾明安出席是巨大的危机，加上我昨天在顾明安耳边说的话，他这么吃屎都要站尖的人，就是疼死也会出现在这里。不出所料，宴厅后面的小花园里，我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顾明安，他满脸伤痕，看得林婉熙心碎。林婉熙走到顾
明安面前，温柔地抚摸她的面颊。谁弄的？告诉我！顾明安垂下眼泪，摇摇头。婉熙，别问了。总之，自从哥哥回来后，我就不算是这个家的儿子了。婉熙，你会不会不要我啊？是那个亚成欺负你了是不是？我去把他叫来给你出气。林婉熙顿时怒了，顾明安赶紧拉住他，开玩笑，他就是偷偷摸摸来找林婉熙吃定心丸的，被爸妈发现了怎么得了？我故意从花丛后面站出来一些，让顾明安能够看到我。他的眼神里果然闪过得意，接着假装伤心的跟林婉熙说：“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跟爸妈起冲突，这样吧，你亲亲我就不疼了。”顾明瑶还打趣的咳嗽一声，背过身去。林婉熙十分霸总的轻笑几下，俯身亲吻顾明安脸上的伤口，然后是嘴唇。我在花丛后面笑得要疯了。系统，顾明安被林婉熙亲的这一套工作来100遍，一直沉默的系统终于说出对我的第一声评价6。原本浅尝辄止的两个人开始疯狂亲吻起来。作为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动作，林婉熙被迫加入顾明安的鬼畜重复，他们的动作越来越迅速，把一旁的顾明瑶吓得尖叫起来，瞬间把所有人都吸引了过来，甚至还有参加晚宴的记者。我爸妈和林家父母来的时候，顾明安和林婉熙两个人已经被闪光灯围得水泄不通，两人的姿态可以说是狼狈至极。婉熙，你干什么？给我过来！之前还端着高冷饭的林家父母急了，顾父呵斥未果，跑过去上手要把林婉熙和顾明安拽开，可这两人力气惊人的大，快门不停闪动，身边宾客的嘲笑讨论声不绝于耳。国外回来的是开放啊，这两家还没结亲就当众亲成这样，要我儿子我就打断他的腿。这顾家耍手段不要太低级，知道自己现在的资产攀不上人家急着生米煮成熟饭没？不是，怎么顾大少给人亲出去了？恶心，晚上吃的牛排都要吐出来了。林家本来就没考虑好和我家联姻，结果闹这一出。林府怒火攻心，跑到我爸妈面前，你们在这干看着干嘛？管好你们儿子，明面上介绍一个不算，背地里还塞一个。你们顾家儿子这么缺女人吗？我妈面子挂不住，顾明安精神病这事儿已经让她感觉抬不起头，现在骂他教唆儿子耍流氓，让他这张老公主的脸在李开陈太他们面前往哪搁？于是他果断还击：老林，你这是干什么？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你看看你女儿都把我儿子给霍霍成啥样了，而我那狡诈的爸却利用这一点搞春秋笔法。算了，老林，你看婉熙这么喜欢我家明安，怎么拉都拉不开，我们就成全他们，让他们结婚吧。放他奶奶的屁！顾太爱子心切不乐意了，他指着林婉熙脸上的泪水说道：我女儿在哭，你看不到吗？他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指着我爸妈：你们告诉我，顾明安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或者给我女儿下了什么蛊？我女儿不可能这样。我心一跳，这才是亲母女连心，这种可能都能凭直觉想到，但没有时间给我爸妈思考，因为林母爱女心切，开始疯狂的捶打顾明安。顾明瑶护着顾明安，开始死命拉扯林母，林父不甘示弱，开始踹顾明瑶。我爸当然是心疼顾明瑶，跑上前和林婉熙父亲厮打。我妈看全家人齐上阵，也加入其中，开始胡乱发泄，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而我嘴角一勾，系统在我妈加入之后，但凡顾明安感受到的动作，全都让他承受100遍，全家全自动打架一体机问世了。顾林两家人从黑夜打到白天，从白天打到黑夜，打到那些看热闹的人都打着长长的哈欠，各回个家。我吃着甜点，喝着酒，在鬼畜动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打了120。我爸妈一把年纪，平时保养再得当也撑不住鬼畜搏击36小时，他们彻底瘫了。林家父母也是一样。林婉熙恢复自由的第一时间，猛地将他怀中的顾明安推开，趴在地上疯狂呕吐。顾明安从轮椅上摔下，还想跟他来个生死恋。婉熙，你就是作死我也不会怪你的。直接给林婉熙吓得嗷嗷叫：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我看见鬼了！只有顾明瑶尚有余力，非常忠犬的抱起顾明安，想让他回到轮椅上。我被他的体贴感动了，决定让他好好表现。系统，顾明安被抱上轮椅这个动作来100遍。顾明瑶废了，两个胳膊横纹肌溶解。我爸妈刚从手术室出来哭完自己，转头发现儿子还没从抢救室出来，又开始哭他。比起只会哭的他们，我可忙碌多了。我把塞满辞职信的手机以及热搜里说我妈是豪门泼妇老太地线的评论给我爸带来，我爸瞬间怒了：我律师呢？我要告他们！我遗憾耸肩，抱歉爸爸，公司的法务部已经解散了，需要您批我一笔钱到外面去筹。他还不知道，林家已经开始对顾家展开了猛烈报复，重金挖走公司重要部门和成员，翻出一笔笔黑账，花钱制造舆论，将顾家企业彻底钉在耻辱柱上，收集大量资料提交有关部门进行审查。马上顾家就要面临比破产还要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我是帮我父母在外跑腿的唯一人选。我爸为了不让我有私心，让我签署了财产分割协议，作为顾家法定继承人，自愿放弃对顾氏企业股权的继承，但为了安抚我，分割了一笔8000万的资金作为我的个人财产。我要的就是这个。进账后没2天，我申请的留学资格也下来。当晚我准备从医院离开的时候，我爸忽然抓住我的手：亚成是爸，对不起你，以后这个家靠你了，到时候把户口迁回来，咱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多可笑！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在法律层面我们从来没成为一家人。我第一次在他面前笑得幸灾乐祸。不用了爸爸，我从来没想过加入这个家。加入干什么呢？难道跟你们这一家苦瓜一起受苦吗？说完我没有再去看我爸震惊的眼神，随后径直走出了医院。我低下头看到了躺在地上的顾明安，现在的他和当初跳楼100遍的时候一样狼狈。亚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明明在我跳楼后就该死了，你是用了什么方法？你有系统吗？看来他在被彻底破除男主光环后觉醒了不得了的记忆。可我为什么要告诉他真相呢？没有，纯是爸妈觉得你没用，不想要你而已。现在我才是他们的宝贝儿子，我不信。他终于破防大吼大叫：爸爸妈妈才不会放弃我，他们一直都很爱我的，我要告诉他们是你在搞鬼，等他们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他恶狠狠地往前爬。医院的保安跑过来：先生，这是什么人？需要帮助吗？我礼貌摇头，这是我爸妈的儿子，他来探病的，平时就是喜欢这种半跪半爬的丧葬风，不用管哦。在保安惊呆的眼神中，我离开医院奔赴机场，坐上飞机头等舱的那一刻，我
看着窗外，深吸一口气。系统，顾明安爬楼梯的动作重复100遍。他之前从楼上跳下来，这一次就让他爬上去。万一运气好，一家人也能躺得整整齐齐。而我在终于摆脱了他们以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飞翔。